一口气看完上古时期的三皇五帝。他们是中国神话里顶级的神。三皇五帝是三皇与五帝的合称。三皇五帝中的三皇是燧人氏、伏羲、神农氏，他们是创世之神，我们尊称他们为皇。燧人氏是三皇之首，被奉为天皇，尊称燧皇。他是中华民族可以考证的第一位祖先。华夏文明有文字记载的历史开始于燧人氏。相传在很远的西方有一个燧民国，这个地方亦为太僻远荒原，以至于太阳的光芒和月亮的银辉都普照不到，可以说是不见天日。不分昼夜一天，燧人氏游历到此。他发现树上的鸟在用嘴啄木，每啄一下就有灿然的火光发出，由此感悟到了钻木生火的道理。他是中国最早发明人工取火的人，告别了人类茹毛饮血的时代，开创了人类文明的新纪元。人们被这个年轻人的勇气和智慧折服，推举他做首领，称他为燧人，也就是取火者的意思。三皇中的第二位伏羲是燧人氏的儿子。伏羲是中国古籍记载中最古老的王。传说中伏羲和女娲是夫妻，还有的资料说他们是兄妹或兄妹结成的夫妻。他们两个都是人手折身的形象。传说水神和火神之间爆发了一场战争，激战从天上一直打到了地上。战争的结果导致一根天柱被撞断，天的一角塌陷下来，出现一个巨大的窟窿，洪水从天破出，肆虐而来。人类遭遇了一场比较大的浩劫。女娲不忍心生灵受灾，于是练五色石补好了天空。这就是神话故事，女娲补天。女娲也被称为中华民族的母亲。而在中国人的精神谱系里，伏羲的角色就如同父亲。伏羲更像一个发明家或是孤独的思考者。白天他普查山川鸟兽的运行法则，夜晚他仰观天际星辰的位移变化。相传伏羲根据河图洛书创造了先天八卦，绘制出8种图形，命名为乾、坤、震、巽、坎、离、艮、兑。8种图形分别对应着天地、雷风、水火、山泽8种自然属性。这就是八卦，它是伏羲发现的宇宙的源代码，也如同一个思维的纲领，堪称中国哲学的原点。八卦是古人预测未来的一个工具，从八卦发展到64卦，然后发展成易经。通过卦象之间的变化，就形成了一套中国人解释宇宙的哲学。除此之外，伏羲改进了渔猎方法变革的徽音制度，发明了符号乐器。在洪荒初开的年代，伏羲的功绩就像指路的明灯，照亮了远古时代的中华大地。他也是人类的始祖，亦称人皇。三皇中的第3位炎帝，号神农氏，传说姜姓部落的首领，由于懂得用火而得到王位，所以称为炎帝。相传炎帝看到鸟衔种，由此发明了五谷农业。因为这些巨大的贡献，大家又称他为神农。神农是不仅帮助人们耕种，为帮助人们治病，还亲自逐一品尝草的药性。为此他曾在1天之内中毒70次。这就是神农尝百草的神话传说。被筛选出来的良药则永久地传了下来。炎帝是中国上古时期姜姓部落的首领，尊称从神农起姜姓部落共有9代炎帝。炎帝牛首人身，传位530年。神农是炎帝，也被称为帝皇、三皇。五帝中的五帝是黄帝、颛顼、帝喾、帝尧、帝舜，他们是上古时代的帝王，因其伟大被后世追尊为帝。五帝中的第1位黄帝，是五帝之首。据说黄帝和炎帝是同父异母的亲兄弟，他们的父亲都为伏羲的儿子少典。黄帝姓公孙，名轩辕。黄帝也是司马迁在《史记》中记载的第1个人。1000多年前的学者认为，黄帝叫轩辕是因为他发明了车轩，是木车上的栏杆原是前面驾车的木杆。而司马迁的记载中说，黄帝居住在一个叫轩辕之丘的地方，
所以黄帝叫轩辕。传说黄帝出身的部落较有雄势。很久很久以前，一个叫少典的大力士在山林中狩猎，遇到了一只巨大的熊，向他求救。少典拉开强弓，射杀了捕食熊的怪兽。巨熊随即匍匐在少典的脚下，从此守护着少典氏族。后来其他氏族就把少典氏族称为有熊氏皇帝。一出生就很有灵性，不久就开口说话。幼年时聪明机敏，长大后诚实勤奋，成年后聪明而强壮，很快便从族群中脱颖而出，成为了部落首领。黄帝之时，炎帝的影响和势力开始衰落，各个部落趁机作乱，相互混战，百姓因此遭殃，而炎帝却没有能力平息战乱。于是黄帝站出来平定四方，安抚百姓，发展农耕，许多部落前来归顺。而炎帝不满炎黄二帝，因此在阪圈爆发大战。由于参战的两个部落都有很强的实力，战争的规模颇为壮观。黄帝部落和炎帝部落为了取得这次战争的胜利做了充分的准备，他们不仅调动了本部落的全部力量，而且也联合了其他部落作为盟军阪圈之战。大规模的战役一共3次，厮杀得非常激烈，最终炎帝败下阵来。黄帝对战败的炎帝及其族人宽厚以待，也因此得到炎帝的尊重。炎帝败得心服口服，甘愿称臣，发誓不再与黄帝抗衡。阪圈之战确立了黄帝的领导地位，拉开了英雄时代的帷幕。因为炎黄二帝本就源自同一祖先，两大部落结成联盟，世代通婚，也从此有了千秋万代的炎黄子孙。阪圈之战后，炎黄部落不断壮大。史前时代，炎黄部落的东方是由蚩尤统领的东夷部落，蚩尤部落正向西发展，为争夺生存地和奴役一部落，与炎黄两大部落发生冲突。上古传说中最著名的战争涿鹿之战爆发了。传说蚩尤兄弟81人，兽身人鱼，铜头铁额，造立兵仗，威震天下。蚩尤是9个亲属部落结成的部落联盟的首领，力量惊人，勇猛善战。史籍记载，蚩尤坐镇已经坐兵，东夷部落冶金业比较发达，武器先进。东夷部落的生产力水平似乎比炎黄部落更先进一些。在战争的初期，蚩尤所向披靡，黄帝率领炎黄联盟与蚩尤作战，久败陷入险境。根据传说，此时被黄帝拜为天师的岐伯赶到了战场。岐伯用鼓乐激励士兵的士气，用医药为伤者治疗，全军士气空前高涨。决战的那一天，当夜幕降临的时候，黄帝的士兵敲响了岐伯发明的战鼓，鼓声撼动天地，火光激荡人心。蚩尤的士兵第一次听到如此令人震慑的声音，惊慌失措，溃不成军。战争发生了转折，黄帝最终战胜了蚩尤。蚩尤被黄帝身边的大将应龙杀死，炎帝和黄帝被尊为华夏始祖，而蚩尤则被奉为战神。作为天下共主的黄帝，没有让天下人失望。黄帝在位期间，播种百谷草木，蓄养鸟兽蚕虫，大力发展生产，建造舟车，制定音律，做《黄帝内经》等。今天地球上大约1/5的人把他奉为共同的祖先，称他为人文初祖。传说仓颉是黄帝的史官，他观察星宿的运动趋势，鸟兽的足迹，依照其形象创造了文字，开创了文明的基础，被尊奉为文族仓颉。黄帝的去世也充满着传奇色彩。相传黄帝去世时是乘龙离开人间，也有说法称黄帝是自然死亡。史记中只用了6个字记录黄帝的离场：黄帝崩。葬乔山离开之前，黄帝把人间的基业交给了孙子颛顼，颛顼也是5帝中的第2位。
相传炎帝的后裔水神共工曾与黄帝的孙子颛顼争夺帝位，但竞争失败，共工心中充满愤怒和不甘，于是选择一头撞向不周山，以此表达自己的决心和对权力的渴望。共工似乎不是一个人，而是一个渊源悠久的共工家族，或者是掌控水的官员。上古时期几次著名的洪水似乎都有共工的影子，还有的史料认为女娲补天就是由共工撞到不周山而引发的。颛顼在神话传说中为主管北方的天帝，颛顼成为天下共主后，严格遵循皇帝的政策行事，使社会安定太平。传说颛顼用天王宝剑打败了黄水怪，被人们尊称为高王爷。颛顼视察所到之处，受到部落民众的热情接待。史书记载他聪明敏慧，有智谋，在民众中有很高的威信，统治的地盘也大了很多。据说颛顼在位78年，活到98岁逝世。颛顼去世后，皇帝的曾孙高辛继承帝位，成为天下共主，他就是帝喾5帝中的第3位。传说以前的人们虽有一年四季的概念，但只是日出而作，日落而息，从事农业畜牧没有一个科学的时辰顺序，严重制约了农业发展和人们生活质量的提高。因此，帝喾科学探索天象物候变化规律，结合天气变化与植物生长，划分了40节令：春种、夏耕、秋收、冬藏。这就是我们所熟知的24节气，极大地促进了社会生产力的发展，使华夏农业出现一次伟大的革命。农耕文明走进了一个崭新的时代，它深受百姓爱戴，以仁爱治国，明察秋毫，顺从民意生活简朴，人为兼施，提升自我，使天下人民幸福。是一位恩惠与陆兆赵民成父帝王，享受100岁帝喾去世后，传位给自己的儿子帝挚，但因帝挚不善于管理国家，禅位于弟弟放薛。他就是帝尧5帝中的第4位，他是一位中兴之主，也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盛世的缔造者。什么是盛世？帝尧给出了接近完美的答案。在万国争雄的乱世，帝尧团结荆族，联合友邦，征讨四夷，统一了华夏诸族，被推举为万国联盟首领，天下一统，诸侯归顺。他勤俭治国，重视民生疾苦。当时大地出现了严重的旱灾，炎热烤焦了森林，烘干了大地。他派神箭手后羿射掉多余的太阳，又派鲧治理水灾，救万民于水火之中。除此之外，他还制定立法，推广农耕，整治百官，使得全社会一副欣欣向荣的景象，全天下民心所向。帝尧也被司马迁视为最理想的君主。晚年的帝尧想要选一名继承人，大家一致推举舜。舜以孝顺有爱而闻名，他也是皇帝众多子孙之一，但家族早已远离权力。于是尧将自己的2个女儿嫁给舜，让9名男子侍奉于舜的左右，以观其德；又让舜管理百官，负责迎宾礼仪，以观其能。经过重重的考验，舜得到了帝尧的认可与禅位。帝舜也是5帝中的最后一位。帝尧去世后，舜选贤任能，任命与治水，完成了尧未完成的圣业。传说他巡守四方，整顿礼制，减轻刑罚，要求人民行厚德，远佞人，孝敬父母，和睦邻里。在其治理下，政教大行，八方宾服四海，都在歌颂舜的功绩。后来舜又将帝位禅让给了擅长治水的禹，夏朝也由此开端。